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1月28号，微软发布财报，盘后呢暴跌10%。同一天 ，Meta 宣布明年要烧钱，烧多少呢？1350亿美元。2月4号，谷歌说明年我们要花1850亿。2月5号，亚马逊亚洲登场，2000亿。一周之内，4家公司向全世界宣布，我们2026年要往 AI 里面砸超过6000亿美元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？我们都已经看到了，科技股暴跌，加密也暴跌，比特币一度跌到了6万美元，从10月份的高点算起，已经被腰斩了。光2月5号的这一天，单日清算高达26到27亿美元。很多人看到这里就说，这个又是科技股带崩了币圈。但今天呢，我想说这个结论是错的。他们之间不是谁带崩谁的关系，真正发生的事情比你看到的要大得多，也系统得多。这一期呢，我们来聊3件事。第一，上周的科技股和加密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第二，这次的大跌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撤退的资金去哪里了？第三，这一波下跌是结束了，还只是喘了一口气儿？最后呢，我们会总结出4个信号灯。你今后拿着这4个信号灯，就能够自己去判断行情。听完这期呢，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下跌，你应该会有一个大致的框架。发生什么了？钱往哪儿跑了？什么时候才算真正的安全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这一轮加密的下跌其实不是这1-2天的事儿。比特币呢，从10月的历史高点12.6万美元附近一路下滑探底儿。2月5号是最惨的一天，很多新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，被彻底的给跌傻了。比特币一度下探到6万美元，从最高点算，跌幅超过50%。光是过去的这一周就跌了接近30%。加密恐惧与贪婪的指数一度掉到了5，也就是极度恐惧。加密衍生品市场的杠杆多头被大规模的给清算了，整体清算的规模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级别。同一时间，美股也在放血。2月5号，周四，标普500跌幅1.2%，纳指1.6%，标普年内的涨幅被一口气的给打回负值了。软件板块更惨 ，iShare 扩展科技软件 ETF 单周跌幅超过11%，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最大单周的跌幅。其实科技巨头的业绩大多数是超预期的，但都因为花钱太猛被市场给惩罚了。所以呢，这2个圈确实同时在下跌。很多人看到这里边就会说，你看吧，他们就是绑在一块儿的。但我想问一个问题，2件事儿同时发生就代表他们有相关性吗？举一个例子，每年的夏天，冰激凌 ice cream 的销量在上升，溺水事件也在上升。那你能说吃冰激凌导致溺水吗？当然不能。真正的原因是夏天来了，天太热了，这是一个共同的驱动因素。加密和科技股的关系跟这个一样，他们不是互相拖累，他们是被同一只手同时给按下去了。这只手呢，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 risk off，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风险大撤退。那么什么是风险大撤退呢？你可以这样的去理解它。金融市场里边呢，有各种各样的资产，有些被市场认为是高风险高回报的，比如说科技股、加密货币、小盘成长股、高收益债等等等等。平时呢，市场信心足的时候，大家愿意把钱放在这些高风险资产里边去博更高的收益，看重的是收益。这种状态呢叫 risk on， 风险偏好开启。但当市场出现某些让人紧张的信号，比如说利率上升、经济数据走弱，或者说大公司财报不及预期，机构和大资金的第一反应不是说去研究哪个股票好，或者说哪个币比较好，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先撤退，先降仓位，先把杠杆给它收回来。这个就是 risk off， 风险大撤退。再打一个比方，你在一个商场里边逛街，突然呢听到消防警报响了，你不会去想到底是1楼着火了，还是2楼着火了，还是3楼着火了。你的第一反应是跑，赶快跑，能出去就行。不管你在哪个店买的是什么，你的行为是一致的，先跑出去。在
风险大撤退里边，加密货币和科技股不是因为互相有联系才一块下跌，而是他们都被贴了同一个标签——高风险资产。当资金要撤退的时候，所有贴了这个标签的东西都会被一起给卖掉，而且被卖的不只是这两个。在一次典型的风险大撤退里边，你会看到一整排的高风险资产同时变弱，小盘股、成长股、一些经济敏感的大宗商品，还有那些交易特别拥挤的热门赛道都会被波及。那么钱从这些高风险的地方撤出来，去哪儿了呢？它不是蒸发了，而是搬家了。搬到哪里去了呢？这个就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 ，flight to safety， 或者叫 flight to quality， 避险潮。风险大撤退是情绪的开关，避险潮是资金的目的地。资金呢会逃往这些地方，现金和货币市场基金、美元、美国国债、黄金，还有一些防御性的股票板块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完整的资金的流动图了。风险大撤退一旦启动，右边的这些高风险的资产被减仓，资金同时的流向左边的安全港。等到大家觉得都没事了，资金再从左边流回到右边，这个就是 risk on， 风险偏好回归。好的，框架我们讲完了，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这次的风险大撤退到底是由什么所触发的？那么推手之一呢是 AI 烧钱的冲击，大厂资本开支集体爆表，这个是本轮最核心的触发点。从1月28号到2月5号，短短1周多的时间内，4大科技巨头的财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续的给它砸出来，每一家的消息都在强化同一个信号， AI 基建投入远远超过市场预期。先是1月28号，微软和 Meta 同一天发布财报，微软当季的资本开支高达375亿美元，其中大约有2/3花在了 GPU 和 CPU 这些短期的资产上，半年累计超过了720亿。但微软 Azure 云的增速呢，却从上季度的 40% 小幅放缓到 39%， 钱花得更多了，增速却在减速，投资人立刻不干了。所以你会看到微软盘后立刻暴跌接近 10%， 一夜蒸发3570亿美元的市值。同一天呢 Meta 宣布2026年的资本开支预计在1150亿到1350亿美元之间，几乎是2025年722亿的2倍。然后2月4号，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发布了财报，2026年资本开支冲高到1750亿到1850亿美元之间，而华尔街的预期大概是在1150亿到1200亿之间，比预期超出了50%以上。尽管当季的业绩非常好，收入同比增长18%，但这个数字一出来，盘后立刻跳水超过3%。最后2月5号，压轴登场的是亚马逊，我曾经工作的地方，一家高科技血汗工厂。 CEO 贝佐斯不对，是安迪·杰斯，这家伙的一句话让整个市场全都懵了。我们预计2026年资本开支大约是2000亿美元，而华尔街的预期其实是1466亿，超出预期约35%，盘后直接暴跌了9%以上。这4家公司加起来2026年的 AI 相关资本开支预计可能高达6500亿美元的级别。用大白话来讲，这些大厂本来跟市场说的是我们要盖几栋数据中心，结果呢图纸一翻看是要建一座新的城市。投资人一看账单急了，你花了这么多钱，我得猴年马月才能赚得回来啊。于是市场开始重新给 AI 叙事定价，从原来的轻资产高毛利变成了重资产吃现金流回本周期长。这个变化让整个科技板块的估值逻辑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。推手之二呢是 AI 要干掉 SaaS 软件，这是一个让 IT 行业里边的每一个人一直都很恐惧的一个变量。市场开始担心 AI agent， 也就是 AI 代理越来越强，很多 SaaS 软件的席位价值可能会被压缩。打一个比方，以前你的公司里边买了10个人的软件许可证，现在呢 AI 能替代3个人的工作，那你还需要买10个吗？根本就不需要了。
路透社的报道甚至提到，部分抛售是被 Anthropic 的 AI Claude 最新插件所触发的。市场把它理解成为 AI agent， 也就是 AI 代理，正在加速取代传统的工作流。结果呢，就是软件板块遭到血洗。CNBC 报道提到，过去3个月，软件板块整体已经下跌了超过 30%。iShares 扩展科技软件 ETF， 也就是 IGV， 单周跌幅超过 11%， 创2008年以来最差表现。这个直接拖累了整体的风险偏好。推手之3是去杠杆的连锁反应，这个是风险大撤退的放大器。2月5号的前后，贵金属市场这个暴涨神话也开始完蛋了，白银单日暴跌 30%。还记得我之前讲过的亨特兄弟的白银星期四的那个故事吗？这次的下跌的跌幅都会赶上那一次了。那次是单日暴跌 50%， 这次呢单日 30%， 这是1980年以来的最差的单日表现。黄金也在承压，这本来跟加密还有科技股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，但因为市场里边的杠杆和投机资金太多，它触发了一个连锁反应，波动上升导致风控系统自动收缩，保证金压力增大导致被动卖出，导致波动进一步上升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你在商场里边做滚梯上楼，滚梯上面有很多人，突然呢最上边的一个人生病了，晕了，往后一倒撞到了你，你呢撞到了后面的人。没有人是故意的，但踩踏就这么发生了。在金融市场里边，这个叫做去杠杆的连锁反应。推手之4是加密里边独有的压力，政策预期冲击。特朗普呢选择了 Kevin Walsh 作为下一任的美联储主席。Walsh 被市场认为是更加鹰派，更倾向于缩表。虽然提名不等于最终的上任，但市场已经开始交易鹰派的预期了。而加密呢是出了名的对流动性敏感。美联储放水，加密涨；美联储收水，加密跌。这个预期一出来，就给加密加了一层额外的抛压。再看看 ETF 和机构资金，过去的这几个月，美国现货的比特币的 ETF 结束了去年的那种持续大幅净流入的状态，进入了一个整体净流出、个别产品小幅流入的震荡期，累计撤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数十亿美元。1月29号的这一天，美国现货比特币 ETF 单日净流出就高达 8.18 亿美元，这是这一轮中最极端的一天。另外一方面呢， CoinShares 的周报也显示，数字资产投资产品已经连续几周出现了资产外流，合计流出在10几亿美元的级别，年初以来的净流入几乎被冲平。所以说，机构在系统性的撤退，加密跌得比股票更快，这个就完全说得通了。讲到这里，你最关心的问题大概是这一波风险大撤退结束了没有？我的判断是，截止到今天2月8号周日，最猛的冲击波可能已经过去了，但风险大撤退还没有真正的结束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用4个信号灯来看。信号灯之1，股市反弹出现，但根基不稳。2月6号周五，美股出现了强劲的反弹，道指大涨超过了1200点，创下历史新高。标普涨幅 1.9%， 纳指涨了 2.1%， 半导体板块领涨，英伟达、博通、AMD 都涨了 7% 以上。但问题是，纳指当周仍然下跌接近 2%， 亚马逊在上周五继续下跌，标普在周四一度跌到年内转负。反弹一天不代表趋势就反转了，这个就像感冒发烧，退烧了一天不代表你好了，你得连续几天不发烧才算真的康复了。信号灯之2， VIX 恐慌指数大幅回落，但刚刚够一点点。VIX 是什么呢？它是衡量美股未来30天波动的恐慌指数，数值越高，市场越恐慌。周四它一度冲高到了 21.77%， 周五大幅回落到 17.76%， 单日跌幅 18%， 比风暴最激烈的时候好很多了，但仍高于1月份的14到15的平静期。 VIX 从红灯变成黄灯，但还没有完全转绿。信号灯之3，比特币 ETF 资金流反复无常。2月2号出现过一次 5.62 亿美元的大额的净流入，是1月14号以来最大的单日买入。但就在
第二天2月3号又流出了2.72亿美元，2月4号流出5.4亿，2月5号继续4.3亿的流出。这个说明什么呢？机构曾试探性的抄底儿，但没有形成持续的买入趋势，资金在进进出出，还没有达成共识。比特币本身在周五反弹到了6万5以上，但截止目前仍然在6万5到7万区间来回震荡，远低于今年年初的9万3。从2025年10月最高点算起，跌幅仍然高达45%。效能之4，高收益债利差仍在走扩。高收益债利差就是垃圾债投资者要求的额外回报，从2月初的2.81%，2月3号升到2.85%，周五已经来到了2.97%，利差扩大等于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心。这一盏灯仍然偏红，4盏灯里边1盏偏绿，2盏黄灯，1盏红灯。这个不是风险大撤退已经结束的格局，但也不是还在加速恶化的格局。更准确的说，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最猛的冲击波已经过去了，但市场还在评估伤害的阶段。有些资金呢在尝试性的试探性的回来，但大多数还在观望。在这4盏灯没有至少亮起3盏灯之前，我个人的建议是保持冷静。好的，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。第一，加密和科技股一块来跌，不是因为他们互相拖累，而是他们都被风险大撤退这只看不见的手同时给按下去了。第二呢，风险大撤退发生的时候，资金会从所有高风险的资产撤退，流向现金、美元、国债、黄金这些安全港，这个叫做避险潮。第三，这次风险大撤退的核心原因是1月28号到2月5号，微软、Meta、谷歌、亚马逊4大巨头的财报接连引爆的 AI 烧钱的恐慌，叠加上软件板块被 AI 替代的恐惧，白银暴跌引发的去杠杆连锁反应，以及加密独有的美联储鹰派预期冲击，还有 ETF 持续流出。第四，目前的这波风险大撤退还没有完全结束，但最猛的冲击可能已经过去了。我们接下来会继续用那4个信号灯持续的去观察。下次呢，再有人跟你说科技股崩了，所以币也崩了，你就可以告诉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，这个只是商场里的消防警报响了，大家一块儿往出口跑而已。好的，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点赞并订阅频道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